如果你最近一直在刷美股科技圈的消息，大概率会被几条碎片化的新闻晃得眼花缭乱。一边是大模型参数又刷新了记录，一边是星舰敲定了新的试飞窗口，脑机接口刚公布了新的临床进展，隔2天又冒出来政治捐款和政府任职的消息。很多人看完的第一反应，要么是觉得马斯克又在搞噱头炒概念，要么就是随手搜几只相关概念股想着追进去。可我要提醒你的是，绝大多数人都犯了同一个最根本的错误，把这些事件当成了彼此独立的孤立新闻，而没有把它们拼到同一张棋盘上去看。你可能觉得不就是几家公司各干各的事儿吗？能有什么关联？但恰恰是这种各看各的视角，会让你错过最核心的产业逻辑。很多时候，决定一家公司长期价值的从来不是单个产品的进展，而是它有没有在一个更大的生态里占据不可替代的位置。所以这期视频我们不急着给任何公司下定论，也不聊短期的涨跌对错，而是把这几块拼图一块块拼起来。XA 的核心壁垒到底是不是堆算力？星舰反复试飞的终极目标远不止省钱。Neuralink 的野心从来都不只是医疗设备，以及为什么跨界政坛从来都不是锦上添花的多余动作。把这些逻辑串起来，你再看当下的科技股估值，就不会只被单日的涨跌牵着情绪走。欢迎来到逻辑棱镜，我是小罗。这里不追热点喊单，只用产业数据、财报线索和供应链变化，拆解美股科技与 AI 产业链的真实逻辑。先把最近的几条关键消息串一遍，你可以先自己感受一下密度。首先是大模型这边，有消息称 Grok 4.6 预计会在今年8月7号正式上线，参数规模会从之前的 1.5 万亿提升到 2.1 万亿。紧接着是航天领域 SpaceX 的星舰第14次试飞，窗口定在了8月中旬。这次的核心目标是尝试用发射塔的机械臂，也就是大家常说的筷子系统，直接捕获助推器，甚至尝试捕获整枚星舰。再然后是脑机接口 Neuralink 的首批临床患者已经可以依靠脑部信号稳定控制电动轮椅，摆脱实体操作设备。最后是政治层面，有消息称马斯克会在2026年的中期选举中投入1.5亿到2亿美金的资金，同时他本人也会以联邦特殊雇员的身份参与政府效率相关的改革工作。很多人刷到这些消息都是一滑而过，觉得不过是几家公司的常规进展凑在一起，只是巧合。但我当时把这几条消息按时间线排到一起的时候，第一反应不是兴奋，而是意识到这盘谋划了很多年的大棋，它的完整轮廓已经越来越清晰地浮出水面了。我们先从大家最熟悉的 AI 说起。聊到 Grok 的这次升级，网上讨论最多的就是2.1万亿参数这个数字。很多人会下意识地觉得 AI 竞争就是比参数、比算力，谁买的芯片多，谁的模型就更强。你如果只盯着参数数字看，很容易被带进军备竞赛的叙事里。可问题是，发展到今天这个阶段，头部大模型之间的参数差距已经拉不开本质的体验差距了。同样的参数规模，有的模型用起来很顺手，有的就差强人意，差别从来都不在数字本身。真正的分水岭从来都不是模型有多大，而是这个模型能不能吃到独有的持续更新的高质量数据。这也是我一直以来的判断， AI 下半场的竞争，算力是基础门槛，但真正的护城河是独家数据。你买得到英伟达的芯片，但你买不到源源不断的独家数据生态。而 XA 最特别的地方恰恰就在这里，它不是一个孤立的大模型公司，它背后站着一整个数据闭环。首先是 X 平台，也就是原来的推特，上面每天产生海量的实时公开信息，从全球新闻、行业动态到用户的实时观点，这些鲜活的、不断更新的公开数据是其他闭源大模型拿不到的独家训练素材。很多人说大模型有信息滞后的问题，但对于能直接接入 X 实时数据的 Grok 来说，这个问题天然就弱很多。其次是特斯拉的物理世界数据。几百万辆特斯拉在路上跑，每天收集海量的视觉数据、驾驶场景数据，还有机器人的真实交互数据。这些数据不是网上的文本，是真实物理世界的反馈，是训练具身智能、训练和现实世界交互的 AI 最珍贵的素材。别的大模型再强，也只能在数字世界里推理，而 XAI 从一开始就有机会把自己的能力落地到真实的物理场景里。第三块是星链的网络数据。
全球覆盖的卫星互联网带来的不只是连接，还有海量的边缘计算场景、全球网络调度数据。这些数据会反过来支撑 AI 的分布式部署，让智能能力触达地球上的任何一个角落。这3块数据拼在一起，就形成了其他公司很难抄走的完整闭环：实时信息流、训练语言推理能力、物理场景数据训练、具身智能能力、全球网络支撑分布式的部署能力。我一直和身边的朋友说，看 AI 公司不能只看它发布会说买了多少张卡，要看它有没有持续喂给模型的独家口粮。这一点恰恰是很多普通投资者最容易忽略的地方。你现在可能还会觉得，不就是个聊天机器人吗？能有多大的差别？但如果你把它和后面要聊的特斯拉机器人、新建的控制系统，甚至脑机接口放在一起看，你就会发现，这根本就不是同一个维度的竞争。它不是在做一个产品，而是在给一整个生态做大脑。如果你习惯从产业链闭环的角度拆解科技公司，而不是跟着碎片化的新闻追涨杀跌，可以订阅一下这个频道。后面我会持续追踪 xAI 的数据壁垒变化、新建的商业化落地节点，还有 Neuralink 的临床与监管进展，用产业数据和订单线索帮你过滤掉市场上的情绪噪音。聊完了数字世界的大脑，我们再把视线放到物理世界的运输躯干上，也就是星舰。很多人对星舰的认知还停留在可回收火箭的层面，聊到回收，第一反应都是不就是为了省火箭的钱，降低单次发射的成本吗？这个说法不能算错，但它只说了最表层的那一层，甚至可以说是最不重要的那一层。如果目标只是单纯降低单次发射成本，根本没必要搞发射塔机械臂捕获这么激进、这么高风险的技术方案。真正的航天革命从来不是单次发射更便宜，而是发射的频率可以无限提升。你可以想象一下民航飞机，一架飞机飞完一趟航班，落地之后几个小时就能检修完毕，接着飞下一趟。一天可以飞好几个来回，一架飞机的价值靠高频次的飞行来兑现新建的筷子回收系统，追求的就是这个目标。如果火箭发射之后能被发射塔直接抓住，不需要降落到远处的回收平台，不需要长途运输回来，直接在发射塔上完成检测和加注，几个小时之后就能再次发射。那发射这件事儿就会从现在筹备几个月发射一次的重大工程，变成像航班一样随到随走的常规服务。这一步如果看不懂，你就永远理解不了星舰的商业价值到底有多大。当发射成本足够低，发射频率足够高的时候，整个太空经济的成本结构就会被彻底改写。比如星链的卫星部署可以批量快速上天，比如月球基地的建设，物资和人员可以常态化运输，比如深空探测，不用再等几年一次的发射窗口，甚至未来的太空制造、太空旅游，所有这些想象中的场景，前提都是航班化的发射能力。这时候你再回头看 xAI 和星链的联动，就更能看懂这盘棋的逻辑了。星舰负责把算力节点、卫星设备批量送到太空，星链负责搭建全球低延迟的连接网络， xAI 负责调度所有的智能终端和航天系统。这不是3个独立的生意，是同一张全球智能基础设施网络的不同组成部分。很多人说马斯克是梦想家，说他去火星是情怀，但从商业的角度看，情怀背后是一整套极其清晰的商业逻辑。先把通往太空的路修通，再在路上跑满自己的服务，最后收整个太空经济的过路费。有了大脑，有了躯干和连接，还差最后一块拼图：人类怎么接入这套越来越强大的智能系统？这就是 Neuralink 要解决的问题。大多数人看 Neuralink 都把它当成一个医疗设备公司，觉得它的价值就是帮瘫痪的病人恢复行动能力，帮听不见的人恢复听力，是个造福患者的医疗项目。这个方向当然有巨大的社会意义，但如果只看到医疗这一步，就太小看它在整个生态里的定位了。我们可以回头看一下人机交互的发展史。最早的计算机用打孔带，后来有了键盘鼠标，再后来有了触屏和语音。每一次交互方式的迭代，本质上都是在提升人和机器之间的信息传输效率。键盘鼠标是双手输入，语音是嘴巴输出，效率已经提升了很多，但和大脑的思考速度比起来，还是慢了好几个数量级。脑机接口带来的是下一次交互革命。
它不只是让残疾人恢复行动能力，更是让普通人也拥有直接和数字世界和 AI 系统同频交互的能力。想法从大脑里出来，直接变成指令，不需要经过手和嘴的转换，这个效率提升是指数级的，但这还不是最核心的。我一直有个判断，未来人和 AI 的关系绝不会是单纯的人使用工具这么简单。如果 AI 的智能水平越来越高，处理信息的速度越来越快，而人类的信息输入输出速度永远停留在语音和打字的级别，那在超级智能面前，人类本质上就是被动的，跟不上节奏的。Neuralink 真正的野心是给人类装上一个数字接口，它要做的不是治病的医疗器械，而是人类和智能系统共生的入口。说得更直白一点，它是在给人类准备一张智能时代的入场券，让我们不至于在 AI 快速进化的过程中被彻底甩在后面。讲到这里，你应该就能把前面的几块都串起来了。xAI 是整个生态的智能大脑，特斯拉的汽车和机器人 SpaceX 的星舰是执行任务的物理躯干，星链是连接一切的神经网络，而 Neuralink 就是人类接入这套系统的入口。这4家公司看起来赛道完全不同，做的事儿八竿子打不着，但本质上他们都在围绕同一个目标搭建零件，下一代的全球智能基础设施。很多人喜欢争论马斯克到底是不是营销大师，是不是喜欢画饼，但你不得不承认，在所有的科技巨头里，只有他把布局铺到了这么宽的维度，而且每一块都真的砸钱，真的落地，不是停留在 PPT 上。讲到这里，真正的分水岭就出现了。技术再强，生态再完善，也绕不开一个所有商业都躲不开的现实问题：监管和政策。很多人看到马斯克参与政治，又是捐款又是任职，第一反应都是商人逐利，无非是想多拿点政府订单，多要点政策补贴。这个理解不能说错，但实在是太浅了。对于一个要重构 AI 商业航天、脑机接口这些前沿领域的生态来说，最大的风险从来都不是技术瓶颈，而是规则层面的不确定性。你可以试想一下，如果未来 AI 监管要求所有大模型都必须接受极其严格的内容审核和数据限制，那依托 X 平台海量公开数据的 xAI 优势就会大打折扣。如果商业航天的空域规则、发射审批被收紧，星舰的航班化发射就根本无从谈起。如果脑机接口的医疗审批、伦理审查被无限拉长， Neuralink 的商业化落地就会遥遥无期。技术跑得再快，只要规则卡脖子，就寸步难行。所以花1-2亿美金投入中期选举，去参与政府效率改革，去影响政策制定的方向，本质上不是为了拿几个政府订单，而是给整个生态买一张规则入场券。他要的不是一点补贴，而是参与制定游戏规则的资格，是让监管的节奏跟上技术发展的节奏，至少不要成为致命的阻碍。我不是在评价这种做法对或者错，而是提醒你不要用普通企业家的视角去看这些动作。当一个人的生意大到了定义整个行业基础设施的程度，政策就不再是外部的环境变量，而是生意本身的核心组成部分。你算的是单个产品的利润，他算的是整个生态10年以上的发展空间，这笔账根本就不在一个维度上。这也是为什么我一直说，看科技巨头不能只看产品和财报，还要看它对规则的影响力。技术壁垒、数据壁垒、生态壁垒，最终都要加上一层规则壁垒，才算真正的护城河。聊完了整个生态的布局，我们最后落回到大家最关心的问题上：这一切对投资来说到底意味着什么？最近一段时间，不管是2级市场的 AI 概念股、航天概念股，还是1级市场的相关创业公司，估值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回调。很多人开始慌，觉得故事讲完了，泡沫要破了，赶紧跑路。我更关心的从来不是它跌了多少，而是市场到底在给什么东西定价。如果市场只是把这些公司当成炒概念的科技股，那估值涨涨跌跌都很正常，情绪来了就涨，情绪走了就跌。但如果这些公司真的在搭建下一代的基础设施，那现在的所有波动都只是长期趋势里微不足道的小浪花。其实这样的事儿在特斯拉身上已经发生过一次了。当年特斯拉刚出来的时候，绝大多数人都把它当成一家造车新势力，用传统车企的估值模型去套，觉得它的市盈率高得离谱，全是泡沫。
但后来大家才慢慢发现，特斯拉根本就不是一家传统车企，它本质上是一家能源公司和智能公司。造车只是它的第一个落地场景，是它收集数据、打磨智能系统的载体。当市场看懂了这一点，估值逻辑就彻底重构了。今天的 xAI 星舰 Neuralink 其实正在经历同样的阶段。如果你只盯着单个产品的营收、利润、市占率，会觉得全是故事，全是泡沫，看不到盈利的那天。但如果你把它们看成一整套未来的智能基础设施，看成和当年的电网、互联网一样的东西，那你就会明白，现在这个阶段还远远没到谈终局的时候。当然，我这么说绝对不是让大家无脑冲进去买相关的股票。恰恰相反，越是宏大的叙事，越容易掺水，越容易混进蹭热点的公司。你要做的从来不是被宏大叙事带着情绪走，而是沉下心盯着每个节点的硬落地进展。比如看 xAI， 不要只看参数吹得有多厉害，要看它的实际推理能力有没有提升，第三方评测有没有进步，商业化落地有没有真实的客户付费。看星舰，不要只看发射的场面有多震撼，要看回收的成功率有没有提高，复用的周转时间有没有缩短，有没有真实的商业发射订单。看 Neuralink， 不要只看个案的演示有多神奇，要看临床样本量有没有扩大，适应症有没有增加，审批有没有实质性的进展。这些硬邦邦的落地指标才是区分真布局和炒概念的核心，也是你在投资的时候真正需要盯住的东西。所以回到我们最开始的问题，这几条零散的新闻到底意味着什么？它不是几个孤立的热点，而是一个覆盖 AI 计算、全球连接、物理执行和人机接口的完整科技生态，正在从概念一步步走向落地的信号。2026年很可能会成为一个关键的转折点，很多以前只存在于科幻电影里的技术会开始真正走进商业场景，走进普通人的生活。面对这样的变化，有人会觉得兴奋，有人会觉得担忧，也有人会觉得和自己没关系。但不管你持什么样的态度，有一件事是确定的，技术的迭代不会停下来，产业的变革也不会停下来。我们能做的就是尽量看懂它的逻辑，尽量跟上它的节奏，尽量在变化里找到自己的位置。如果你认可这种从生态和基础设施视角看科技产业的思路，欢迎订阅逻辑冷静。我会持续跟踪全球科技巨头的产业布局，用财报、产能和订单数据拆解真实的商业逻辑，陪你看懂长期趋势，过滤市场噪音。你觉得马斯克打造的这套跨领域科技生态最终会真正成为下一代的基础设施，还是会卡在监管、技术落地或者资金的关口？评论区可以留下你的判断。最后还是要和大家说清楚，以上内容只用于知识分享和个人观察，不构成任何投资建议。市场有风险，每个人的资金情况、风险承受能力和判断周期都不一样。真正做决定之前，还是要回到自己的研究和判断。